你这个包子的这个是已经就是蒸笼那个已经做好了，这个你可以放，我讲过说这个可以放在那个红外线感应是这一块这一块，所以说你这一块就是放在蒸笼底下啊，最好露出来越多，它越容易感应得到，所以说你那个蒸笼最好是大概挖一下洞看你要摆在哪边我这样测试，只要手伸过去这上面就会感应到那这个你这个比较复杂。我们这个录音的模组，在这里面它在录音的时候不能播放在播放的时候不能录音，它同时只能做录音或者同一个时间只能做录音或者做播放声音的动作你只要把这个红外线这个关掉，关到 off 的时候，它就不会播放声音所以说假设说你现在要录音，你把它关到 off 我现在这个电池盒上面的开关已经开到 on 了，好，那我现在要录音，我要讲4月20号。录音测试4月20号，录音测试123，它可以录30秒可是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就好了，就先按掉，那滴滴就结束了我刚才讲4月20号，那红外线在这边嘛，那现在我把它打开，它会先感应，它有感应到，它就会闪红灯。录音测试4月20号，录音测试123，它可以录30秒可是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就好了，就先了我们有讲过说要间隔30秒，你现在它开始播就已经计时30秒钟现在你再去有感应到，对不对？可是它不会播，它一定要等30秒之后才会再去继续有动作再等一下30秒。已经放掉了，我听到那个继电器的声音，那现在就可以感应了。你看，录音测试4月20号，录音测试123，它可以录30秒可是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就好了，就先了大概就这样子有感应现在因为有30秒还没过，所以说它现在感应就不会动作就这个意思。然后它里面有继电器，就电路比较多，所以说电池可能会比较耗电。当它电快要不够的时候，动作就不是很正常那你就是要换电池。假设说你觉得电池不方便，你可以这里剪掉，自己去接5伏的 DC 5伏的电就可以了。好，大概就这样。